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国际间关心中美两国的部分的高层对话非常重要，因为有对话才能避免冲突。当然，现在无论是最高拜登、习近平的对话，包括国务卿的部分的层级的对话，经贸的、国安的，乃至于军事对话。所以现在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呢，在今年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究竟有没有对话？那么现在呢，看起来没对话，但是有握手。没有实际性的交流，那么可以看到呢，在先前我们在昨天新闻大白话当中也有看到，两位不仅是呢这个美国奥斯汀跟中国的李尚福不仅相坐距离的部分非常远，而且呢，其实在整个过程里头呢，后来也是辗转的，然后两个人才握手了6秒钟，没有实质任何的交流会谈，没有双边的会谈哈。那么我们可以比照当时如果看中国大陆的李尚福跟其他的各国的国防部长的部分的往来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特别来看，那么李尚福跟日本的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他们呢举行了双边会晤，而且以他们两个人见面当时握手的状况所以这种是一个主动性的部分握手。如果是一个正式性的这个对话的握手，当然这就是这样，中日之间跟昨天我们所在新闻大白话看到的部分，那么李尚福跟奥斯汀的握手感觉有点不情不愿的哈。那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国防部长呢奥斯汀他批评其实北京是拒绝对话的。那么现在他说呢，他所关切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意就我们两军之间设立更好的危机管理机制来做更认真的接触，因此呢，他自己是在香格里拉对话当中是以印太地区共同愿景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呢，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大陆和他的盟友伙伴采取胁迫和欺凌，尤其要维持台湾的现状。当然，针对此呢，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赵小卓他提到，谈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为谈而谈哈。美国都在做的部分，可以看到都在破坏，尤其原来台海这10多年来都是稳定的，是美国，所以你推动这个事态，美国渔翁得利而已。听一下赵小卓的说法。谈是要解决问题的，不是为谈而谈。我们谈什么呢？对吧？而且呢，谈就是要双方过去其实几十年，这么说吧，或者是过去10几年。台海地区还是比较稳定的，美国它要破坏，它要推动这个事态呢，不断的在变的目的是什么呢？它要从中渔利。其实这个部分，中国大陆的打脸不止赵小卓，那么这位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国防大学副教授张弛，在奥斯汀的刚刚谈到这场演讲之后，他现场马上提问他提问说：你美国一方面说要支持东协成为区域的中心地位，你另外一方面又建立许多类似 AUKUS 跟 QUAD 的多边组织，那你这个部分就是美国发挥领导力吗？这当中不互相矛盾吗？所以你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部分的说法是当场打脸或当场质问，而奥斯汀呢，其实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在他的回答当中一直提 security、stability， 包括 capability 的这3方面这个词都陆续出现了9次。对于刚刚提到这个地区安全，你自己的立场跟矛盾是一字未提的。当然，现在有关于除了中美的部分，现在国防部长部分看起来这次没能谈上了感觉起来还是互相有所封闭。但是呢，奥斯汀特别提到呢，他还是会持续在海上或国际上空对于中国所造成的各式各样，包括飞机进行的这种危险拦截，各式各样的这种咄咄逼人和不专业的飞行案例，他说其实国际都看到了美国都看到了。我们不得不看到是最近的在台湾海峡，在日前所刚刚发生的，就是呢美国的中云号驱逐舰跟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加2国的护卫舰通过台海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有一艘中国军舰从前方斜切进入航道那么2个舰艇，中美2国的舰艇相距不到137公尺，我们现在上画面上看到的，哇，这个137公尺你在地面上、陆地上还有点距离，可在海上包括在行进移动当中，
这个可是一眨眼就要撞上了哈，所以非常的危急。那么也包括我们知道，在先前也曾经发生过中国大陆的空军的部分，也曾经有包括跟美国大陆的这个部分的战机非常部分的靠近啊。所以现在当然也有消息指出，未来在台湾方面是不是以后美军有可能会直接参与台湾的汉光演习？那么双方会更密切的，包括军事参数的各式各样的资讯资源的合作，来提高彼此合作的共同联合作战能力哈。所以现在白宫顾问特别提到，美国会尝试拉大陆进现武谈判，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又想要拉大陆，大家一起来现武，所以呢，各式各样这种矛盾的部分的做法。国务院说，现在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明即将要访问中国，讨论双边的关系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国防方面虽然没有对话，但是亚太的驻青似乎接大使还是有一点接触的机会了。对，美国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策略现在越来越比较清楚了。其实就是说，外交安全上面已经开始接触了。对，不过他是跳过布林肯，他是直接由王毅跟苏利文已经谈了嘛。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贸部分的那个王文涛也跟那个美国的商务部长也都见面了哈，所以慢慢在接触。可是现在军事这一块变得还是一样铁板一块，没有错。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面基本上已经开始反守为攻了，是，这些都是攻击性的。那怎么攻呢？就是基本上行为的改变。你过去你的这个抵近侦察，比如说这个 RE4135 哈，对，中国大陆是有这些来驱离的作为，可是这一次直接是用尾流来扫你，没错，哎，那个扫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他战斗机飞行员没有得到这个基地的同意的话，他做这个动作是第一个是蛮高难度的，是，第二个也有危险性，对。那不过他这个做法，我看了他的这个战斗机。我觉得非常专业啊，技术很厉害。这么高的速度下，他用他的尾流直接把你RC135震得成那个样子啊，你不得不佩服他。他事实上他的技术是很高超的啊，那专业度是很强的。那另外一方面，这次这个在台湾海峡这个两个军舰对，近距离接触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用行为来改变美国的行为，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在两国关系、国际关系上，你论述的讲法，就是说还有你讲话的语调内容改变其实那个还不是说真正可以改变对方行为的。是。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是用行为逼迫美方来改变行为。对。那么而且在直接做行为改变的过程中，跟美国人不沟通。是，那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就变成就实力讲话了。那看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军事演习单方面的军事演习，还有这个所谓的跨国军事演习现在慢慢在开展。是。那这次跟新加坡月初的时候上个月月初的时候跟新加坡的军事演习，那么目前有6国的，其他5国东协国家的这个联合军演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当中对。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陆行为上的改变，然后这是在这个相会里面中国大陆基本上也是主动出击，是，然后他的与会的这些军官都是主动对外发言，主动提问的，还主动质问，对，然后带去的这个代表团阵容非常强大，是，然后双边的这种在场边的接触也很积极，对，基本上就是不跟美国接触，没错，基本上就不跟美国接触，而且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很深，对。可是这一次跟日本是高姿态、友好的方式进行接谈，是。我觉得这就是统一战线里面就是说次要敌人跟主要敌人做一个区隔。对。那么对日本的话，采取一个次要敌人的做法，是。那么把美国这个主要敌人凸显得很明确，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整个做法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没有错。那军事上的话，其实美国已经推到的张力已经是非常到极限了。是。你想想看，距离中国大陆沿海50公里，你还能再往前飞吗？那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反手了，是。那我觉得局势慢慢会转变，我们可以观察。舰长，你怎么看？包括这一次这个那么近距离137公尺就快撞上了。
如果说我们仔细看 RC135的状况啊，我们大家要仔细看一件事，那个拍照的到底是谁？那拍照的是副驾驶，那也就是他们早就知道歼16要从右侧的方向过来，然后他直接拿着照相机拍。难道 RC135上面没有其他的那个可见光或红外线的装备可以拍吗？当然有啊，他就故意要展示他们的驾驶员的那个 joystick， 就是操纵杆抖动的那个状况。可是你到底到哪里去了？这个我们等一会儿再讲啊。我们先看到，如果说这张图的话，也就是我们把它这个刚刚的那个画面切成4切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一个交叉相遇。交叉相遇呢，其实也就是说海上啊，它第一个我们船没有刹车嘛，那第二个海上其实我们有避碰规则，它有很多的内容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来看，如果它是在那个112.5度以前，这样子穿越过其他舰艇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叫交叉相遇。那如果从后面过来的话，我们叫它叫追越。追越跟交叉相遇完全两个样啊。那追越的话，它要负责，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现在这个056的这个飞弹护卫舰，它是追越的话，它要负责我们讲到中云号的安全。可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来的话，它不是，它是交叉相遇。交叉相遇，当然如果我们按照避碰规则来看的话，事实上056它应该是需要让路的。那但是呢，它美国为什么解放军不让呢？因为就是诚如刚刚介大使所讲到的啊，现在对于台海，甚至在南海，解放军到底是怎么来看待美国的抵近侦察的？大家很多人都会讲啊，说这一个其实是国际航道，可是对于中国来看的话，这个叫抵近侦察啊。我去年的时候，我在台大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探讨了2020年跟2021年解放军他到底所谓的就是对于美国的抵近侦察，他做了什么？他的样态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在结论中是这么说的，也就是他在2020年呢，他主要的各种演训，就是我们常常从各种的媒体所看到的他们进行的演训，其实叫做武装海岛，巩固近岸空防。这是2020年，2021年就是它已经改变了，它叫做反低空破防，嚇阻抵近侦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状况。常常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啊说，哎呀，美军到时候一定可以及时的来援助台湾。那及时的来援助台湾，美国现在实际上可以服勤的，就所有的舰艇，对不起，它只有295艘啊。可是解放军是多少？解放军它的数量已经超越了375艘，而且它持续的还在下水饺。我们前2天看到的054B 的一个外形啊，那也不用讲076的这一些2栖攻击舰的成军呢，陆陆续续都会打造完成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中国一战吗？还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是韩冰。我觉得这次相会，显然中国大陆是有备而来的。你看，他除了拒绝跟美国接触之外，他其他全部都接触。对，然后他也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在阐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中国大陆这方面的观点，他要告诉这些与会的国家，还要告诉全世界，现在是谁在破坏台海稳定，现在是谁在破坏世界和平，是美国。是在中国大陆的观点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们积极的就这个方式不断去阐述他们这一方的论点。那当然。其他国家会不会相信，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就是好像所有的论点、所有的规则全部由你美国来制定。现在中国大陆认为说，我也要告诉世界我的观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去争取其他的国家的认同跟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相会中国大陆特别在做的一个动作。那至于说，奥斯汀一直指责说中国大陆不专业啊，怎么样，这一些故意挑衅这些行为，我请大家注意到，就是他们这个CG上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在国际空域合法飞行的美国和盟国飞机进行数量惊人的危险拦截。我请教一件事：如果不是因为你抵近侦察的数量实在太过惊人的话，会发生数量惊人的危险拦截吗？所以就表示你自己太过分了嘛，对不对？
请问一下，如果今天是中国大陆在你美国沿岸附近进行这样的飞行的话，请问你美国人打算怎么办？你告诉我啊。是。如果我3天2头就派了军舰、派了潜舰、派了飞机在你附近这样到来转来转去，然后中国大陆解放军也跟你讲这是国际空域、国际航道，我为什么不能来？那请问一下，你美国人会作何感想？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你美国毫无理由的不断去接近人家，请问你到底是要开战还是要怎么样？实际上，奥斯汀所指责的不专业，我告诉大家，这是前苏联的标准专业模式。是，你知道前苏联因为他知道他的船舰没有美国强，对，他的雷达没有美国好，那他在很多性能方面，他的船舰不如美国，所以他们当时的设定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只要有美军的军舰接近，我不啰嗦，因为我不可能直接跟你攻击嘛，不可能直接对你发炮，所以我就是笔直对领往里面撞，看你要不要让开。对，前苏联就是这样干的。那美军那个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啊，不断的抵近侦察苏联啊，到处这样想从各个方向去试探试探前苏联。那苏联就是用这种方式，直接对着你撞过去，要么就撞，后来还真的撞了不少次。那美国也发觉苏联的政策转变之后，这种抵近侦察还开始减少。那中国大陆现在就是用这一招，反正你有种就来撞啊，要撞就撞撞看啊，看看到时候撞了之后你们准备答案怎么解决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如果要去指责中国大陆这些行为之前，你自己是不是要先思考一件事：为什么你要用如此数量惊人的方式去进行抵近侦察？你是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开战吗？如果你不想开战的话，请问一下，做出这种挑衅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错，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那么我们持续关心在中东海湾国家地区当中最近的大幅度的变化，从外交包括经贸乃至于金融货币之间的这种合纵连横，现在包括军事哦，特别来看一下，现在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将组建新海军联盟哈，而且这个当中印度跟巴基斯坦也都会参加。那么伊朗的海军司令那特别提到了，伊朗跟中国、俄罗斯举行了3国海军联合演习呢，未来会每年举行1次，很快摆脱非法力量的干预。这指的谁呢？当然指的是美国。这里头我们要注意到，包括阿联酋最近呢也已经退出美国所主导的一个中东海上安全的联合海上力量。那么伊朗的角色在最近整个中东国家地区当中变化真的很大，除了跟沙特海湾国家当中有更多的联盟之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最近也还访问了各式各样包括呢南非各式各样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怎么来称呼呢？美国称伊朗跟沙特海湾国家这个结合动作叫做违背理性。这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待会请来点评一下哈。当然，这里头除了伊朗的角色变化，沙特也确实是这当中许多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核心。除了跟伊朗改善关系，那么现在呢，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即日在4月初的时候建交之外，另外现在跟叙利亚也开始降低兵点，都要解冻了，整个感觉的一个大和解。那么对此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下个星期要访问沙特，来推进美沙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苏利文也才刚刚去哦，感觉起来那么频繁的前去，只不过这次布林肯竟然专程来中东，没有去以色列哦，所以以色列的官员说，布林肯取消访问没来这件事情可不能够忽视。当然，现在沙特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各方面的讨论合作都在持续进行，要推动到2030年，包括能源大臣呢在能源方面的进一步的合作。那么在此同时，沙特也传出要进入中国主导的金砖银行，那么要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第9个国家成员。那么原则上也会支持。那么此外也支持阿根廷要来加入金砖国家银行。那么对于阿根廷方面，中国大陆的人大主席已经正式的表达欢迎之意。那么阿根廷现在各方面经济部长啊、银行行长也都多方的跟北京方面在进行各式各样的磋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非洲也有动作了啊。非洲的部分，肯亚方面竟然也出现了去美元化的一个思路。这里头主要是肯亚总统他特别提到呢，肯亚方面非洲国家应该要鼓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来进行一个有关于支付和结算系统。那么
非洲自己的支付结算系统背后的意义，当然也就是牵涉到去美元化了。而且现在进一步有关于那么涉及到南非现在要举行的这个国际牵涉到这个金砖峰会哈，那么是不是会涉及到因为普丁会参加，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南非自己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相关的国家，有没有可能会来进行逮捕普丁呢？当然现在南非已经说是不可能了。我们请教谢大使。其实最近这个，尤其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整个局势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他们已经在建构这个区域的国家，建一个后美国时代，也就是他们已经在清算美国的势力了把美国力量把从中东把它这个等于说是等于清扫出去，全面性的全面性的。当然，这个中间就是说，从中东国家来讲，它也是一个历史性机遇。还有就是客观条件的改变。第一个历史性机遇就是美国事实上在以中国为唯一最主要假想敌之后呢，事实上在中东地区是采取撤退的一个尤其是在这个阿富汗的撤退。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首次它这个军事力量大幅的在过去20年里面几乎是一种非常明确的后退的迹象。对，那就美国的整个的战略重整来讲，它是要把它的力量集中在东亚，那么来对付快速攫取的中国所以这个从中东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是一个机遇，美国要撤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说，中东过去它成为国际政治重心原因，是因为它的石油的能源的。那过去美国也依赖中东的原油。那么不过，美国自从页岩油开始开采以后事实上在原油的供应上美国跟中东事实上是竞争的关系，没有什么重叠的利益了。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大的情势发展之下那么中东国家在开始主导自己的命运，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力量在中东也有相当的影响力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主要驱动力量还是他们自己本身。那最主要是沙烏地跟这个伊朗，这个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两个老大之间那么快速的和解以后你就看他整个的权力结构再重新改组。没错，这一次像伊朗可以出面来把这个逊尼派的国家也拉进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新海军联盟那把巴基斯坦跟这个印度也都拉进来其实是在过去2-3年是无法想象的。对，可是他们这些国家基本上本来就是有共同利益的，因为要确保这个波斯湾还有整个海湾地区的原油往外面能够顺利的输送其实是符合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基本上我看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快。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美元，基本上这个俄乌战争美国把这个美元武器化，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强盗国家以后那有大量这个油源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现在就希望找一个地方来存住他们的资产。那用美元来存住他们的资产的话，事实上风险太大。所以你看他们在不管是要加入这金砖银行就沙烏地来讲的话，他可以把他资产透过金砖银行放贷出去，分散风险。对，所以除了沙烏地，其他有这些 oil money 的国家何尝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中东国家现在这个趁势而起那他们的整个布局如果说更成熟的话我想对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打击，会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跟发言权。舰长。我们所看到的其实这个讯息的来源大部分是伊朗政府它的一个半官方的媒体，叫做法斯通讯社，它所提供的对，那也就是我手板上的这一张这是 Fars， 也就是也就是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也就是其实刚刚介大使讲到说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就是它之所以造成这个点击率最高的一个新闻的主要原因那在这下面到底提到了哪些国家？其实这些国家非常的多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巴林、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全部都在一起那我们如果看这些的国家的话，我们想一想
也就是从波斯湾到印度洋啊，现在几乎已经全部连起来这个新海军联盟。对。那如果通通都连在一起的话，那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到底跟中国什么关系？这根本就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路线啊。那也就是说，大家要把大家要把美国挤出这个地方。事实上来讲，我们常讲啊，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说，中国调解了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的一个那个夙愿啊，那结果他们现在之间建立了完全的那个外交的关系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慢慢的那个中东不是我们想象的中东，南亚不是我们想象的南亚，但是美国嘞，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军力。对不起，我刚刚还帮他多算了2艘啊，一共美国可以动用的军舰是295艘。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事实上我们来看。如果说看到波斯湾到南亚这个地方，南亚因为现在已经变成印太司令部了，那但是印太司令部的重点呢，他们现在都是在东亚跟南海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南亚以至于波斯湾这个地方形成了真空，它能够动员的舰艇到底有多少嘞？那人员又有多少？我们在这下面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个。这个负责的是第五舰队啊，第五舰队一共加一加4553人啊。我们来看看第7舰队是27220人啊，那根本天差地别，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后院失火了。美国管不了中东，甚至美国一直觉得他用Quad能够把印度拉在一起，结果好像。也不完全对，数字会说话哈。韩冰，我觉得虽然你说这个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然后这些国家能够组成一个海军联盟，那甚至要把印度跟巴基斯坦拉进去，我听了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印度跟巴基斯坦这2个可以合作，他会参加，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听起来当然要成功，完全成功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目前看起来还不确定。可是美国的反应真的是很好笑，叫做这个叫什么？违背理性，违背理性。为什么违背理性？如果他们真的巴基斯坦跟印度能够和好，大家一起进行海上演习，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说他们不理性，对啊，这到底有什么不理性？追求和平不是才是理性的表现吗？是。你看之前伊朗跟沙特阿拉伯2个和解，美国也是在旁边酸言酸语。是。那现在人家要组成海军联盟，你知道他现在指责说伊朗是该地区的乱源，错。其实该地区的乱源，大家所有的国家都心知肚明，就是美国，没错，就是因为美国一直在当地在乱搞，才会造成当地的乱源啊。你要知道，这些国家本来虽然他们有教派之间的分别，可是他们一直都是阿拉伯国家。是啊，他们照理来讲不应该乱成这样，是谁在乱？是你们白人在里头捣乱，才造成他们今天分裂的局面。所以我觉得你这标准的自己做贼喊捉贼啊！明明就是你才是中东地区祸乱的根源，结果你指责人家不理性。到底是谁比较不理性？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如果往这个方向走，美国当然会紧张，是，所以他会赶快的要去修复他跟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然后要想办法再去离间，然后想办法让中东的这个联盟没有办法起来，这是美国一定要去做，因为如果被他们真正发现没有美国的势力在头，我们会活得更好的时候，对。那以后这个地区就不会再理美国，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损失，所以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要跳过以色列？这个很奇怪。照理来说，他们每一次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应该要去一下以色列，没错，因为他要去至少要让以色列放宽心，沟通一下，对，沟通一下。还是这一次他准备要出卖以色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在以色列，你是以色列人，你会不会担心？是因为以色列能够在中东地区立足，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是他的靠山，以及阿拉伯不团结。对，那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开始团结，然后美国开始抽腿了，不是像以前那样那么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可能随时要面临亡国之忧啊。所以以色列人当然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是，那当然这整个的发展到底会不会往这边去看，我觉得我们还有待观察。可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金砖国家这个联盟慢慢要组成了，然后大家都希望，可能的话，尽量加入，然后尽量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没错。中美关系，接下来看看2位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碰面了，但是却没有各自在场边的
单独会议，但是呢，各自发表了这个演讲哦。先听听他们双方对于各自的主张做了哪些论述。Dialogue is not a reward; it is a necessity. And a cordial handshake over dinner is no substitute for a substantive engagement. 中方一直寻求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止跌企稳。世界足够的宽阔，完全可以容纳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共同发展。的确哦，刚刚Austin 很酸，他说只是亲切的握手，并没有办法代替实质的接触，还是喊话，希望中方能够进一步的磋商对话嘛。但李尚福讲的也很白，不能让亚太被某些国家搅成一个烂摊子，动不动就要发动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那么让单边制裁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发展，让亚太地区复杂化。所以呢，这一次中日的防长会谈的时候，李尚福还特别讲，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日方不要插手。Austin 先后见了新加坡、德国、日本、南韩国防部长这个是李尚福，对不好意思，李尚福先后见了这么多国家，就是不见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他要求这个 Austin 说，要求正确的会谈时机就是现在，但是中国不见就是不见。当时在中方代表在香里拉对话现场还质问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说支援东协是为了区域中心，又预设这个所谓的 Accord 不矛盾吗？又要限制几个国家的发展，那么要求听你的游戏规则，但是又说是区域中心，不矛盾吗？所以直接就有一些火药味在当中。但是拜登呢，为什么突然却还是很希望跟中国多交流？当然先前为了美债啊各种的原因，那么现在呢，美债好像似乎先过了关，却又要求派出6月4号开始要访问中国的是谁？美国东亚助理国务卿康达他除了访问中国，也要访问纽西兰。那么当然 ，CIA 的伯恩斯去访问，5月很低调，现在被爆出来之后也很被关注啊。这件事情在干嘛呢？是在帮布林肯打头前哨战，希望接下来能够铺平布林肯访问中国的道路吗？那当然，大家到昨天到今天一直都在讨论。当英媒报道出来之后，就问苏立文说，到底中情局长去秘密访问大陆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或者是目的沟通吗？那么对方说，苏立文说，其实愿意不带先决条件跟大陆接触。他说，大陆并没有表现出把战略稳定或更广泛的关系区分开来的意愿，就是说他准备好在没有先决条件之下来跟中国接触所以呢，避免竞争变成冲突，要看中国怎么选择。但是 CIA 局长密访中国的时候，希望管道沟通能够畅通。他担任过副国务卿，曾经也跟阿富汗塔利班对话呀，2次任务却也挫败啊，包括访问莫斯科，希望不要入侵乌克兰，2022劝阻裴洛西不要来访台，那么也通通都失败啦。所以葛莱仪说，外交情报经验都很丰富，所以伯恩斯很适合能够为实现拜登关系加装底线的目标做贡献。所以这是拜登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吗？底线又是什么呢？那么在国际的政治里头，美国参与其中的案件，塞尔维亚现在正在进行非常大规模的示威演习，仍然持续的反政府行动当中，甚至在跟科索沃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随时有没有可能一触即发，真的在发动战争呢？乌奇奇他现在说，把抗议行动说是美国的政治噱头，直指外国势力介入相关的策划。那么反对派现在发动越来越大规模的这个反抗行动的时候，希望在新选举之前要成立过渡政府，但是武契奇拒绝了，他否决了这样的要求。他说，只要有我活着就不会发生。但是呢，塞尔维亚的总统跟科索沃当局领导人短暂会面，土耳其却也派兵进入了科索沃，这个是承诺，因为加入了北约组织的要求维和秩序，所以呢，土耳其回应北约要求，计划派遣突击队到了科索沃，加入了维和的稳定局势的部队的这个现场不过呢，中国这边也收到了武契奇的求助。
24小时之内2次表态。俄罗斯也火速的发了声明。那么驻塞尔维亚大使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尔维亚的主权，劝告科索沃停止单边行动。接下来，中方发言人还说，中塞是铁杆的朋友，明确会坚定支持塞尔维亚。如果北约这样继续不尊重的话，可能会不利于和平的发展。所以，中美关系当然现在还是很紧绷，其他国家的关系却现在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嘛，委员。中美两国的确是在新加坡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啊是落于下风，因为他讲的东西讲不出个道理来啊。而且李尚福就是虽然没有点名啊，有的国家干什么事儿，单边制裁、武力胁迫、四处发动颜色革命和代理人战争，搞乱一个地区，以后一走了之啊，不是在讲美国吗？不然还是谁哦？现在最符合这个条件就是美国，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个立场的宣示。至于中国要求先行大国关系，两个人共荣共存，但这个并不符合美国的立场。美国立场是说，我就是印太地区的领导力，我的领导力就是我的霸权，我说了你们大家都要听，我建立规则，你们大家都要服从。可是偏偏有一个国家不买单，就是中国不买单，所以两方面一定还有的互相要死杠一段时间的。至于这个美国中情局啊，这个局长伯恩斯啊。他的确他经常扮演一种军事摩擦之前或军事摩擦之后某种谈判的角色，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地都布满了这个美国的情报员跟间谍。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里面也很多啊，所以他就有恃无从了，可以了解全世界各地，不管他情报是真是假，至少他这一次跑到中国大陆去。据了解，媒体报道说，他见的都是中国大陆的情报官员，也就是两方面在做情报的较量跟意见的交换。那还没有到的领导阶层，那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大概回去给拜登做参考吧。不过苏立文讲的话，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哦，就希望中美双方面不带条件来谈。对，不带条件，那你就不要想说美国就是亚太地区的老大。如果你要这种条件来的话，那就没得谈了嘛。就像杨洁篪在这个阿拉斯加讲的，美国不可以用实力地位，也没有实力地位可以跟中国谈这个事情。实力地位就是经济力嘛，就是什么？就是武力嘛。美国全球的经济力、武力是目前当今第一，没有错。但在亚太地区，它可没有这样的主场优势。哦，刚才厉将军讲对，它没有这个主场优势。好，至于这个。中国可能要讲话算话哦，塞尔维亚哦，这个中国说要支持他铁杆兄弟，那可能必要的时候，中国就要准备军援什么塞尔维亚，尤其塞尔维亚上一次在北约的空军轰炸底下，的确是遭受惨重的伤害。那这一次如果北约再有这个轰炸这个塞尔维亚的时候，那中国已经卖了一批的防空导弹，接下来可能要支援塞尔维亚更多的武器，以建立中国的军事信用。那科索沃能够跟塞尔维亚总统面对面的谈我觉得这毕竟是好事的只是比较麻烦的科索沃里面的阿尔巴尼亚人信奉的是伊斯兰教，然后塞尔维亚人信奉的是基督东正教，所以这两个教100年的互不谅解，现在处在同一块土地在争夺领土，那这个问题真的是有完没完的北约当然目前还是蛮节制的，也希望阿尔巴尼亚人不要太过分，可是现在已经惹起了人数更多的塞尔维亚人的愤怒。即使说中情局现在在塞尔维亚煽动一个枪击案，要求武契奇下台，但是以武契奇的状况，你玩这种小游戏，只是因为他不愿意制裁俄罗斯，就玩这种颜色革命的小游戏，大概看在他眼里面，根本就不算个什么样的把戏吧。教官怎么看塞尔维亚难道会变成俄乌战争之后下一个这个兵凶战危的战场吗？非常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从这边打起来的嘛，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讲说是欧洲的火药库，一点都没错，它不能有一点火药在里面，再加上各国都想把势力伸进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去年8月的时候，这个塞尔维亚，它以前叫南斯拉夫了，它科索沃原来是它的国土，但是因为种族的关系，它就自己要独立。那北约这些国家为了协助科索沃，就借以协助科索沃独立的名义，然后就派飞机轰炸塞尔维亚。
然后那时候连中国的大使馆都被炸了。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记忆犹新了哈。那去年8月的时候，现在科索沃跟塞尔维亚是怎么样？就科索沃来讲，北约这些国家都承认它独立，但是就中国跟俄罗斯不承认它独立。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各自站队了。中俄是帮助塞尔维亚武契奇的，然后西方国家是帮助科索沃的。但现在很奇怪，这个国家哈，他们又连在一起，对不对？你说国家他又互相不承认，然后科索沃的北边他是阿尔巴尼亚人没错，但是他住的北边住的是塞尔维亚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更容易产生种族的纠纷。到底领土要怎么划分？是以种族来划分呢，还是以地域来划分？其实都没有办法。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小事，火药就插起来了。你看去年8月份，只为了一个车牌，说这个地方科索沃北方要挂的车牌是塞尔维亚的车牌，还是科索沃的车牌？然后两边就差点打起来。然后各国势力就开始进来缴获。那这次事件又是一样。其实塞尔维亚这边啊，我必须要跟观众报告。他的民族很凶悍的，而且他枪支很多，他枪支数量多到比美国还多，所以就很容易发生这种很不幸的事件。但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老百姓本来很单纯的抗议，希望能够对枪支做管制啊，对这个儿童的安全做一种维护啊，各方面这种抗议活动，就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武契奇说这是你们西方国家要来推翻我，这也是颜色革命，所以你们集合群众故意在里面造势，跟香港这个反送中活动一样，要来推翻我，所以我不会接受。那这种状况之下，北约就开始进来了，手又进来了。那武契奇就说：“好吧，那你们既然要搞成政治军事对抗的话，他就打电话跟中国求救了，跟俄罗斯求救。中国就说好，那我来帮你。武契奇就本来是很单纯的一件，这件事情本来很单纯一件是校园的枪击事件，就搞到现在又变成说是东方跟西方、北约跟中俄之间的一种对抗，这会不会造成军事后面更强烈的？”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其实我们后续有在观察，但是我们平常讲，站在人类和平、人类这个生存的这种道理来讲，我们都不希望这么不幸的事情，只为一点小事情擦枪走火，也又引燃这个火药库爆炸。但是随时都有很可能的危机，现在的确正在发生当中。对。左教授其实很讽刺，像里拉会议上中美代表的对话，这个所谓对话也是互相在较劲的言论里头，其实就展现在塞尔维亚里头。这所有的冲突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政治势力介入，才会影响这样的地区局势。其实我倒是比较乐观一点哈，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跟美国其实双方是越来越接近了。就是第一个，我们当然除了看到他们在不管是商务部长、贸易代表这个层次这个领域的一个对话之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也访问了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国安会的这个资深主任都访问了中国大陆。那这样有一点点像是回到了在这个今年2月以前，就气球事件以前双方的那个互动。因为去年12月，康达就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也访问了中国大陆，所以显然现在又回到了那个时候。所以这可以看到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努力去修补关系，大概有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在这样子一个理解底下，那怎么去看待现在双方在这个军事领域的这些言辞交锋呢？今天我看大陆一些这个社群网站、社群媒体，大概谈的最多的就是引用了这个李尚福讲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朋友来了有好酒，这个豺狼来了有猎枪。这个去年5月的时候也同样讲了一次啊，那一次是汪文斌讲的。那为什么那一次讲的时候，主要针对因为拜登说，如果台海有事，他会出兵啊，美国会介入。当然他都是用一个问题就回答问题的方式。那这一次其实他同样也就是回到了当时的那个情境里头。我认为其实大陆现在有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说，他不排除跟美国在军事国防领域有进一步互动。你看，包括他国防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都怎么说？他说中美双方的这个军事接触一直持续的，他是这样讲的。那美国方面也讲说，这个台海和平稳定里头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中美的军事互动。这双方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点，但他为什么今天要这么高调呢？其实主要就牵涉到这个双方军舰跟军机上的这个接触的这些问题，就是大陆要美国从这些领域中完全退出。那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另外一个大陆更关心的问题是，美国能不能够在对台政策上保持克制？就这2个领域，一个是双方在近海领域的一些直接的接触，另外一个是对台领域上美国的克制。
那大陆要的就是一个实质的保证，实质的保证以及付诸行动的这个承诺。那所以这些当然我觉得是未来我们的一个观察点，双方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这边达成一个默契，而且真的能够付诸实现？那当然，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其实真的是要高度警惕，不要一天到晚都说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啊，但是美国也不希望台湾去玩火不要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是一个空白支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看待中国大陆跟美国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警惕的地方。所以中国的态度就是拿猎枪还是好酒的看着办的意思那么美国呢，好不容易拜登熬过了债务上限跟参众两院的协商，到一段落，那么也顺利的通过了法案了。所以呢，拜登很开心的坐上了坚毅书桌，在黄金时段做直播，告诉大家他最新的一些看法。听听他的谈话。Passing this budget agreement was critical. The stakes could not have been higher. If we had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budget, there were extreme voices threatening to take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247-year history into default on our national debt. I want to commend Speaker McCarthy. You know, he and I, we and our teams, we were able to get along, get things done. We were straightforward with one another. 他当然是以庆祝行情来告诉国人危机解决了，但真的解决了吗？所有的美国的报纸，包括 Financial Times、华尔街日报，通通告诉大家说，美国虽然避免了金融末日，但是还在财政地狱，尤其是接下来的问题才正是前路坎坷的开始。尤其穆迪、Bloomberg的报道里头告诉大家，警告美债危机滥用制裁会威胁美元地位，俄乌战争更是拖得越来越长，使得很多的这个去美元化的动作更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威胁了美国的美元霸权。其中经济拜政策研究中心说，拜登平均每年要向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会新增1151个名字，告诉大家什么？川普975个，奥巴马才544个，就是说各种管制制裁越来越多在拜登的手上，那么影响的其实是回头的影响的是数十年来对于美元主导的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再接受了吗？要躲的金融风暴的末日，现在暂时进到了财政地狱阶段。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包围的美国这个相对的抗衡战来讲，看看其他世界各国怎么因应。拉丁美洲跟东协去美元化运动之后，非洲是下一个吗？这个是非洲的去美元化政策里头，肯亚总统直接讲得很直白，他说其他非洲领导人都要采取措施，以泛非洲支付结算系统来取代美元。这个系统呢，Pass 会有2022年1月启动之后开始进行，不再过度依赖美元，这是他们的做法。金砖国家也一样要扩充，想办法去美元化。同时，中东也是成为拜登被认为外交上相当棘手的事务。OPEC 召开会议要评估大量减产，那个美国是不乐见的，正在派相关的这个政府官员要去游说。而伊朗也一样，跟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组建的新海军联盟，印度、巴基斯坦参加，更是让美国担心所谓的南海能源通道战略正在冲击着美国的霸权。还有不甩西方制裁的印尼跟伊朗也达成了10项合作协议，包括伊朗总统5月23号访问了印尼，在西方一直制裁但是他仍然能够跟印尼共同达成了各项协议，所以印尼媒体显示出来什么？这凸显双方面对地缘政治的变化都采取务实的态度，不是美国说了算吗？委员。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就是拜登跟麦卡锡两个人制造出来的问题，也是民主共和党两党在博弈的时候一个焦点。所以这种政治任务制造的危机就不要想说你解除了危机有多了不起，那根本就是很好笑的一个动作。至于拜登特别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发表这个演讲，而且还赞美了麦卡锡，他的含义是说麦卡锡输了，我赢了。其实是这样子吗？现在整体来讲美国的问题不仅是债务上限，是美国的赤字一年比一年扩大，美国的预算根本就是毫无节制的在发挥。那提到了说，未来美国10年里面还要增加80兆，不太可能。为什么？
因为今年美国的预算就8.6兆，你以为明年会比今年少吗？如果不会的话，未来10年怎么会80兆呢？应该8.6兆乘以10，至少86兆以上，而且是起跳价格。而这里面呢，赤字是一天比一天大，赤字就要印联邦政府公债，就不断的提高债限，而且所以这一次的协议只有2年有效，也就是说，他们麦卡锡认定你拜登就已经不能连任的样子，所以2年以后新的总统，我们再想办法。美国的债务危机几乎会伴随美国永远存在，因为美国人已经花费无度了。在这么一个很艰困的经济时刻，他照常编了8500亿的国防预算，也就是能花怎花。那问题是他的债券卖给谁啊？债券如果全部由美国人来买的话，美国人的股票市场就可能崩盘，因为资金会流出股市，冲向什么债券市场去。那要卖给谁？就要40%以上要卖到海外去。那海外去就是要叫谁买？叫中国买、日本买。那欧洲现在已经没什么力气来买了。那英国就更不用提了，叫沙特阿拉伯买呢？沙特阿拉伯大概不是傻子，不会再买的吧？好的。所以如何去处理这个债务问题啊？美国是一个无法治疗的癌症，那只是慢慢拖吧。至于这个沙特阿拉伯、中东的情势，现在当然是更复杂了哈，因为不管是OPEC 它有保护它自己的权利，因为对 OPEC 来讲他们有个财政平衡原则，就是说我的石油收入必须要确保我财政平衡。那财政平衡的话 ，OPEC 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财政平衡的价格都不一样。就沙特阿拉伯大概60块钱就可以财政平衡，但是平均所有的 OPEC 国家必须80块。你就会看得到说，油价老是在60跟80这边摆荡。那就一个 OPEC 的领导人沙特来讲的话，只要看到其他国家有财政入不敷出的话，他就需要减产、提高价格，然后把自己产量减少一点，让别人来卖。这个是要做大哥的样子。但是沙特这种做大哥样子，好像美国没有学会啊，美国只会剥削欧洲的国家来补自己的元气啊。那这样怎么能够做大哥了哈？至于所谓的波斯湾海军联盟也不是谁输谁的问题啦就是你美国不发挥功能，那人家找中国海军来尬一脚也是很正常的话。因为什么叫做 Combined Marine Force， 就是在波斯湾地区的一个习惯，最早是为了防治海盗用的，那现在好像不是在防治海盗，在防治绑架邮轮用的。那绑架邮轮用的，你美国自己在干的这个坏事了，你绑架这个伊朗的邮轮，然后让伊朗反过来绑架这个你这个科威特跟这个杜拜的邮轮。那阿联酋没办法了，只好寻求跟伊朗比较好的国家是谁啊？他只能找中国嘛，因为至少中国海军出现了，伊朗海军也会礼让三分，比较好沟通嘛。因为这种政治性的绑架，并不是那种真的要爱贪财或者强制扣押人家的船只的，就要靠政治来解决。所以你如果参与者本身是当事人，就是美国海军的话，那你本身就是扣押人家的当事人，你就根本没办法政治解决嘛，没办法政治解决，难怪大家要退出你原先美国为主所组的30几个国家的海军的这种所谓的 CMF 嘛，Combined Marine Force 嘛。那现在中国只好自己介入啊，其实也不是中国自己愿意的，可是问题是阿拉伯国家拜托你能不参加吗？你参加的话，你就要去面对不停的去跟伊朗沟通，这也是一个中国的很麻烦的事情。可是中国要调停这个沙特跟伊朗的矛盾，这个事情也不能不做。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黄来石油当然是国际之间非常重要的大事。OPEC 在6月4号，就是今天召开维也纳年会，这个年会上可能会决定接下来要扩大减产哦，所以当然引起了美国非常担心跟关注。教授，对，现在这个消息透露，就是说大概他们有可能会再减产100万桶，因为在4月的时候，他们才宣布要自愿减产166万桶左右。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是不断的在减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呢？当然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跟俄罗斯有关系，因为现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是说，你俄罗斯卖出来的石油你可以卖，但是你卖出来石油的这个价格上限就60块美元一桶。但是现在整个在现在市场上大概是超过80块了。如果这个减产再下来的话，那么会超过87块。
好，那么现在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协助，就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去对抗西方呢？因为原来这个60块就很难执行了。那现在如果他们在减产，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需求就会更大，那么俄罗斯就更有条件去提高它的这个石油的要价。那么当然回来看 OPEC Plus 这个决定到底可不可能做出来这个决定呢？当然也不见得完全一定可行，因为主要关键是在于第一个就是他们内部有不同意见。比方西非国家，他们就希望能够减产，因为他们的生产量跟不上来。那像沙特阿拉伯的好朋友，这个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就不希望减产，因为他的生产能量很大嘛。所以他当然希望增产，让他能够这个赚更多的钱。但是关键还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因为在这个学界通常有一个称沙烏地阿拉伯就是它是一个调节的生产者，就是过去 OPEC 能够成功，都是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扮演这个调节生产者的角色。当生产太多的时候，它减产；生产太少的时候，它增产，所以就维持这个价格的稳定。那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看起来是想要减产。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因为不景气嘛，就是全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大概今年、明年的这个经济状况都不好，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住今年到明年它的一个价格水准，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减产的原因。那当沙烏地阿拉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看这个决定大概就是会真正就照这个方向去推进了。所以下一步就是西方国家要不要解除对俄罗斯所谓的这种价格上限，因为它价格上限其实不单单是它单方的要求，而且它限制这些俄罗斯石油可以取得的这些保险啊、船运啊这些服务。那现在你还能不能走得下去？我觉得就有待观察了。可是分析起来，压力最大的恐怕还是在欧洲国家吧，能源价格受到最大冲击的永远都是欧洲。马上回来。后来我们在谈中美的一些竞争的关系的时候，所谓新海军联盟在波斯湾周边地区对抗这个所谓美国的包围的时候，一带一路的措施似乎也产生了一些效果。将军，我们先看一下这条蓝色的线哈，我们都知道油是国家的生命线嘛，所以那产油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波湾嘛。是。那波湾的咽喉是什么位置？就是现在阿联酋跟伊朗控制的荷姆兹海峡，一定从这边运出来。然后你看这条线，如果往上再经过苏伊士运河，对不对？往上就到欧洲嘛，对。如果往东南走的话，就到东亚地区，是，包括日本、韩国，一直在往上到日本、韩国。那以前美国他自己本身没有产油，他还没有发明页岩油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控制这些油源。那运油最快也最好的方法，最大量最大就是海上运输，所以他必须控制海上的运输线。所以他那时候成立一个叫海上联合力量。结合了38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阿联酋，那现在阿联酋就退群了，对，他不参加，他参加这个海上联盟，这代表什么？代表很明显代表美国的在这个地方，第一个他自己有页岩油，他对这个地方的需要量不是那么大，他对这个地方的海军他不想再养那么多海军，所以他就退出了。第二个就是阿联酋也看出来，就是这些阿拉伯联盟国家也发现说，你美